盼望着，iPad 版本的 Final Cut Pro 终于来了，这是否会成为 iPad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如何理解这款软件？以及透过 Final Cut Pro 是否可以窥探到一些苹果后续的进化方向呢？首先，这是一款有着和电脑版 Final Cut Pro 很多相似点，但并不相同的软件。iPad 版本在设计之初还是以平板的交互为优先。好了，我先快速给大家讲解一下现在这个 iPad 版 Final Cut Pro 它界面的构成啊。首先，左侧这一大块是预览窗，然后右侧这是素材库，下方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就没有了。在电脑版上其实有很多那些深入的编辑功能，现在放在哪里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啊，这有一个检查。如果我选择这个视频素材，它在检查上就会有，比如说这里可以调整不透明度啊，比如这里可以调整这个视频的各种变换角度啊，或者说裁切呀，在这里可以调整视频的音量，在这里可以调整对这个视频单独颜色的调整。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选择字幕，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个2级菜单，它会根据你选择的不同的视频素材去变换它的不同的调整属性。就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灵活变换的，用于最大程度的节省空间。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地方，苹果尽可能的去简化界面，把更多的屏幕空间去留给预览窗口和时间线，而把一些更复杂的操作功能做成2级菜单和3级菜单。所以如果你刚上手，你可能需要多翻翻、多找找，去找回自己熟悉的那些功能。快捷键也是经过全新适配的，和电脑版本不完全相同啊。一些经典的操作，比如说分割啊、播放啊，这些都和电脑版保持一致。不过像隐藏素材的快捷键 V 以及合成多条素材的快捷键 Option 加 G 这些功能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环节我还是有些不习惯啊。但整体交互逻辑上和 Mac 版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如果你一直在使用 Mac 版本，那么 iPad 版基本不用学习就可以快速上手。第二个部分，我来讲一讲从素材管理到项目创建，最后到视频导出整个一个流程。其实我对这个流程还是非常满意的。此前的 iMovie 它是由于面向入门用户，所以很多参数设定都被取消了。这一次从创建项目开始，你就可以设置分辨率啊、方向啊、色彩以及帧率。而之前在 Mac 版本上比这个项目要更高一级的那个事件，在 iPad 版上被简化掉了。对于导入素材有几种方式，你可以来自于相片，也可以来自于文件，也可以通过摄像头直接录制。在这个部分，除了创建项目的时候可以导入，你也可以在剪辑过程中通过打开相册小窗或者文件小窗来进行素材导入。如果你的素材来自于多个文件夹，那么你也可以像电脑一样，同时打开多个文件夹来进行快速的切换并导入。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提到苹果已经布局1年的一盘大棋——台前调度。正是这个功能，把多个文件夹和 Final Cut Pro 可以同时摆放在一个界面，就像电脑桌面一样，几乎和电脑桌面操作体验相同。经此一役，12.9英寸 iPad Pro 历史地位像火箭一样蹿升啊！以前我几乎不会考虑使用这个尺寸的 iPad，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软件使用场景，我也用起来了。导出设置选项呢，也是 iPad 版本优化过的，没有繁琐的参数展示，而是给出了几个根据场景导出的方案。另外，在导出选项中有一个导出项目，据说在下一个电脑版本的 Final Cut Pro 升级之后，可以把 iPad 上的项目发送到电脑上继续进行编辑，这就实用很多了。第三，我们讲一讲给 iPad 的一些优化。第一个优化，增加混动轮，这个滚轮可以通过拇指滚动精准控制选择每一帧。我认为这个按钮的引入其实也是从 Apple Watch 的表冠中获得了灵感。在不方便手指精准选择的场景中，滚轮可以实现更精准的选择。这枚滚轮除了可以精准选择帧，还可以切换成精准的移动视频片段，就相当于压架，你可以做汤，也可以椒盐。我认为这个按钮本身更多是为了那些没有鼠标和触控板的用户使用的，就是只使用 iPad 用手指操作用户而进行优化的。如果你本身有触控板或者键盘，那日常使用就不太需要滚轮。第二个优化，由 M1 和 M2 芯片所驱动的机器学习功能，苹果已经可以在照片中实现相当出色的抠图效果了。这次显然是想把步子再往前迈一下，推出了要求更高的视频抠图功能。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对于背景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如果你能保证背景是纯色效果，比如说一面白墙，那么抠图效果很不错。但是如果背景中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元素，那抠图效果还是不行，和国民软件剪映的抠图效果还是有差距啊。其中利用机器学习而产生的语音凸显这个功能倒是很棒。然后自动识别的是，如果它检测到画面中有人，侧面的是如果它检测到画面中有人，就可以在很嘈杂的视频片段中把背景音降得很低，从而让人声显得更纯净。第三个优化，为 Apple Pencil 新增的实时绘制功能，这个不错，就是你可以在任意一个你想标注的页面直接书写，然后 Final Cut Pro 会记住你的笔记顺序，直接生成一段动画。这个体验很简单，很苹果，完成度也很高。
对于 M2 芯片版本的 iPad Pro 还支持悬停预览，就时间线上你可以预览每一帧画面，素材库里你也可以预览这个素材的实时画面。第4个优化，在导入素材的途径中新增了专业摄影机模式，这个功能几乎可以反向钉钉，将会出现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上，而且大概率是 Pro 系列独占。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界面构成啊。首先从界面的这个按钮点进去，就进入了专业摄影机模式。这个界面呢，右侧包含了几个功能，包括调节白平衡，下边有自动白平衡和几种预设白平衡，你也可以以滚轮的形式自由设定白平衡。第2个按钮呢是曝光，你可以手动调整最大正负6的曝光。第3个按钮是闪光灯，支持打开闪光灯录制视频。另外左上角它显示剩余录制时间以及录制分辨率和帧率。左侧变焦功能采用全新设计，应该是为了拍摄过程中平顺变焦而重新优化的。下方是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滚轮，左下角则是体现左右麦克风的收音效果。左下角的设置按钮中，你可以选择拍摄 ProRes 的视频，其中工具按钮中的这个宽高比参考线，我个人非常喜欢，它非常适合你在这一个视频里去拍摄不同比例的视频内容。我觉得要是可以增加自定义功能就好了，增加一个竖向的3:4或者9:16，这样很多平台短视频创作者可以同时拍摄横屏和竖屏的视频。音频按钮中呢，增加了声音来源这个选项，就是可以通过 iPad 的麦克风进行收音，也可以通过苹果耳机的麦克风进行收音了，相当于远距离的时候自带一个小麦克风。虽然说 iPad 支持了 Final Cut Pro 剪辑，但是你举着 iPad 去拍摄，属实是工作时间给自己安排健身训练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款软件先看一看 iPhone 15 Pro 的一些特性。以上就是 iPad 版 Final Cut Pro 的一些上手体验。第一个版本呢，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剪辑本身，而是透过软件交互来看看 iPad 的未来。苹果在2020年给平板引入了妙控键盘，2021年将电脑级别芯片 M1 带到了 iPad 上，在2022年又发布了代表桌面未来的台前调度，而在2023年则上线了代表桌面级标志性的生产力软件 Final Cut Pro。4年4次更新，完成了 iPad 从手指交互到桌面交互的过渡。我对于 iPad 一直以来的理解，就是在苹果的计划当中 ，iPad 应该是一款比 Mac 等级更高的设备，它融入了便携、视频、阅读、游戏、办公与桌面专业级的所有特性。而随着 iPad 的持续进化， Mac 则会越来越偏向专业，而 iPad 则会越来越吸纳大众。就像今天的手机拍照和专业相机拍照一样，手机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相机，但是手机会占领大部分相机市场。而在这种发展方向之下， iPad Pro 将和 iPad Air 以及数字版 iPad 拉开更大的差距。Pro 可以继续上探桌面软件，可以继续扩大屏幕尺寸，而 Air 则保持此前 iPad 娱乐、学习、轻办公的定位，产品线之间会变得更加清晰。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10年iPad 1代发布的时候，定位是电脑和手机之间的一款设备。而13年过去，我认为今天的 iPad 拥有了更高的使命和愿景。没错，就是那句话，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